就这个韭菜鸡蛋粉条馅，只要你会办，在包子店里每一天都是销冠。食材你看，就这3样，很家常，但是你想要办好它，就得好好学。一样一样来，我们先处理粉条，不是咱平常做法凉水泡，而是开水，你看直接下锅煮，凉水泡软，那就要吸够足够的水，是把粉条泡胀而发软了，那抠它的筋道度自然就降低了。直接煮是用热量把粉条回软，它吸不了那么多水，依然能保持粉条抠弹的口感。煎的红薯粉条比较粗，10分钟左右，煮得软软的，没有硬芯子，捞出，不要过凉水，直接摊在案板上，淋上酱油，这一步也叫酱粉条。一是给粉条带个酱色，看着也有食欲；二来粉条不好入味，提前打一个底味，直接上刀剁碎。粉条处理好，鸡蛋给点盐，搅散。炒鸡蛋也有技巧，油要够宽，火要够旺，迅速淋入鸡蛋，一受热立马就发起来抛起来了，一瞬间能抛起来，鸡蛋才嫩。手要快，赶紧翻个个。熟了，出锅，把多余的油控掉，晾一晾，上刀剁碎。你看鸡蛋嫩嫩的，看着就香。鸡蛋和粉条先拌一起，鸡蛋里残存的这点油，你看把粉条也就散开了。接下来处理韭菜，新鲜韭菜比较娇嫩，含水量大，拌不好容易变味出水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先把韭菜洗净晾干切碎。要想持久保绿，小苏打是一个选择，但有利有弊。利呢，保持叶绿素稳定，绿的持久；弊呢，碱性物质会降低韭菜窜香的本味。咱今天不加，但是怎么能保持它的持久率不出水？之前教过很多次的香料油就派上用场了。用油先封住菜的刀口，不接触空气，它就能很大程度的防止氧化失色，同时锁住菜里的水分不析出。韭菜粉条鸡蛋处理好了，是不是2盆拌一起下调料呢？你看调料只往粉条鸡蛋里加，不给韭菜给味儿，把调料全部吃到粉条鸡蛋里。到这里，韭菜粉条鸡蛋馅的99步走完了。这个馅还差一步，怎么使用呢？不是咱正常做法全部要混到一起去，就保持这个分离的状态。根据你的手快手慢，20分钟之内你能包多少取多少，按比例去混合多少，现包多少现拌多少。因为你油把菜和得再好，一沾调料时间一长，它还会慢慢出水的。始终保持分离，就这么办才是保鲜保绿保味的好办法。关注我们，学习更多专业的小吃创业技术，咱下节课见。